很多人以为一部剧只要豆瓣评分低就没什么好聊的，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就在这个暑期档，一部开分 5.1 稳居垫底的民国虐恋剧，却因为一个男人的表演，把全网吵到不可开交。有人说他把我演疼了，也有人说他演的还没短剧像样。这个人就是张凌赫，而这场争议才刚刚开始。这一秒过火，改编自匪我思存的经典虐恋小说《如果这一秒我没有遇见你》，7月19号刚开播就自带话题体制。剧集讲的是民国沪上军阀幼子慕容清义，从小被人调换了身份，在养父的虐待下长大成人。少年时他被任素素所救，两人渐生情愫，却因为一场变故，任素素选择假死消失。3年后，他带着方木兰的身份归来，摇身一变成了他未来的嫂子。开播没几天，这部剧就先因为 AI 生成的片头翻车，网友吐槽质感廉价，缺乏电影感，甚至有人说连老剧的转描片头都比他有诚意。7月21号晚上，剧组连夜道歉，把片头换成了真人实拍版本，态度算是给足了。可争议并没有就此打住，跟着播出，剧情里一环扣一环的误会，火药味十足的台词，还有被质疑长剧短剧化的叙事节奏，让这部剧口碑持续走低。到8月5号，豆瓣评分定格在5分左右，超过2万人打分，比同期开分的另外2部民国剧都要低，成了这个暑期档垫底的存在。数字说明了一切，可数字之外呢？有意思的是，这部剧后来居然走出了一条低开高走的路线。开分之后，弃剧的人不少，可留下来的人追着追着又真香了。市占率一度冲到 18.8%， 播放数据在2个平台都是 S+ 级别，成了热度和口碑彻底撕裂的一个典型案例。在这堆撕裂的评价里，有一个名字被反反复复提起，张凌赫。他饰演的慕容清义成了这部剧里争议最大却也讨论最多的一个焦点。先说说这个角色到底有多复杂。张凌赫不是第一次演这种气场冷冽的角色了，《宁安如梦》里的谢薇靠的是谋略和掌控全局的心机，《竹狱》里的谢征靠的是武将身份和一身杀伐气。可这一次，慕容清义给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危险，心理上的不稳定。从小被抱错，在养父的虐待里长大，年少时被任素素救过命，两人相爱，他却突然假死消失。3年后，他换了个身份回来，成了他嫂子的候选人。剧里他自己说过，曾经因为任素素坐了3年牢，一边说着恨他，一边又不停地找证据，证明眼前的方木兰就是当年那个女孩。这种拧巴让他每次出场都让人猜不透，他到底是想确认感情，还是准备复仇？温柔什么时候会突然变成怒火，没人知道。这种不确定感恰恰成了这个角色最抓人的地方。张凌赫身高优势明显，肩膀宽，五官立体，穿上民国军装，气场天生适配。可造型只是外壳，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怎么把这份天生的气场转化成一种无形的压迫感。跟任素素对戏的时候，他常常低头直视，正好挡住他想离开的方向。说到关键问题时，他不会立刻发火，而是先停顿几秒才开口。这种放慢的语速、拉长的眼神、拉近的距离，比单纯的怒吼更让人喘不过气。被养父逼着生吃肉那场戏，他又演出了另一种状态，身体僵硬，肩膀绷紧，眼神里全是愤怒，却又不敢彻底反抗。这场戏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角色后来多疑、极度渴望掌控的根源。他最怕的从来不是失去某个人，而是再一次失去为自己人生做主的权利。如果你也觉得这个角色不像表面那么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场讨论。可这个角色也不是没有短板，剧本一直在把他推向愤怒、质问、失控的状态。如果只停在这几种情绪里，慕容清义很容易变成又一个疯批少爷的老套模板。好在剧情中段，为了保护任素素，他主动揽下所有罪名，只求他陪自己1天。这一幕让人看到强势外表下的依赖，愤怒背后的害怕，还有那份不敢轻易信任任何人的敏感。不过，争议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分裂成2派。一派观众直接刷屏：张凌赫，你把我演疼了，说他用极度克制的表演方式，把这个本该悬浮的角色演出了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痛感。
有观众描述，看到他手筋被挑断那场戏，痛到面部肌肉都在颤抖，拖着残破的身躯蜷缩在角落，泛红的眼眶硬是逼出一滴泪，隔着屏幕都觉得疼。禹锡泡冷水4个小时，嘴唇抖得毫无表演痕迹，哭戏眼眶通红，硬是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这种细节被不少人称为用演技反向封神。再加上叔嫂身份带来的禁忌感，两人之间那种推开又忍不住回头的拉扯，也被不少人磕得停不下来。但另一派观众完全不买账，有评论直接吐槽他这种表情，与其说是我疯了，不如说是被灯光闪到了。还有人说他适合演奸臣，因为他要么面无表情，要么一不留神就是一脸刻板奸相，跟角色该有的邪魅狂狷完全对不上。两边吵得不可开交，谁也说服不了谁。评论区告诉我，你是演疼的那一派，还是没演明白那一派？说到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并不完全矛盾。张凌赫确实找到了贴近角色的表达方式，可他没能把这份状态稳定地贯穿到整部剧里。在有些段落，他的情绪铺垫得太快，一直压低声音，拉长停顿，反而显得重复。当剧本堆积太多冲突，愤怒和痛苦也容易糊成同一种表情，失去层次感。这部剧没能靠一个演员的表演彻底扭转整体口碑，这是事实。慕容清逸也未必是张凌赫演艺生涯里最出彩的角色，这也是事实。可换个角度看，从前他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冷静、克制、无懈可击。这一次，同样的气质，第一次被用来制造压迫感，而不是营造疏离感；同样平静的语气，第一次成了爆发前的沉默，而不是单纯的稳重；同样冷冽的眼神里，第一次同时装下了爱、怀疑，还有怨恨。这不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却是一次实打实的尝试，尝试把自己从高冷人设的舒适区里往外推一点。从宁安如梦的谋士，到逐玉的武将，再到这一次心理不稳定的偏执少爷，张凌赫其实一直在同一种冷冽气质里找不同的出口。至于这种尝试能不能变成他真正站得住脚的表演标签，接下来的剧本质量，还有他自己怎么选戏，会给出答案。这场关于演疼了还是没演明白的争论，可能还会持续很久。有人会继续为他的克制式偏执买账，也会有人继续吐槽他那张刻板奸相。但至少现在，这个话题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比起一部剧的豆瓣分数，观众更愿意为一个复杂、拧巴、让人猜不透的角色买单，哪怕这份买单里一半是心疼，一半是吐槽。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你更站哪一派？评论区见。我们下期见。